系血文，一切陷阱皆为邪术，残杀子民以满私欲，怎配为一方王后？若有我，天下作甚念，有何要紧？若无我，又何来天下？多说无益，今日我身上这纹路，怕是要多加几道了。我的长生丹就要炼成了，你们拦不了我。唐昭，你的不离锁对花有用吗？法术记下，你是花是人，我皆能将你召回。你要干嘛？我有办法了。林丹，快走啊！一步！林丹，谁让你自作主张了？就该把你关在玉葫芦里。只要能为将臣报仇，这点花瓣不算什么。丹药以血淬炼，聚阴生煞，服之五脏俱焚。你将不知血河、乌鸦异象、杀人炼丹的种种罪行嫁祸在将臣身上，你还口口声声地说爱他，你懂什么是爱吗？是他先负的我。王妃久久无出，殿下先前又身怀恶疾，各方常有异动，我等实为忧虑啊。还望殿下早日封妃纳新，子嗣绵延，方可稳定民心啊。本王曾与王妃约誓，终生厮守，唯有彼此，断不可能再纳新人。更何况，本王的旧疾早已康复，不用再劝了。殿下，殿下，莫不是旧疾犯了？快传大夫！是，殿下。裴洛，大夫已言明，你只是一时心急，胸口淤痰，往日旧疾早已痊愈，你大可不必焦心。
除去极恶，与常人无异。我乃至尊人杰，定是要长命百岁，与天同寿。你为何还执念于长生？我曾久病缠身，差点同你天人永隔，我怎能不后怕？若我无法长生，民心生疑，这王都迟早有一天都要拱手让人。我顶着谋士的压力，始终不肯纳谏，是因为你我有约定，只有彼此。你若不助我长生，又如何实现厮守终生的诺言？江辰，再给我一颗神丹吧。当年你命短受邀，只求多活几日，我祝你如常人般康健，你可以平安到老了。为何还不知足？你是药，你可以活千秋万载，可我纵然病愈，也不过寿命数十年。助我长生对你而言轻而易举，为何你这般自私，就是不肯助我？无中生有之事，你叫我如何帮你？裴洛，你为何变得如此贪婪？你还记得我们当初的模样和心愿吗？我当然记得。可你知不知道，我为了信守诺言，承受了多少重压？对于纳妃之见，我一概不理。你有为我考虑过吗？江辰，不是我变了，是你变了。那侧妃绵延自私，能安抚你的证据，那你便纳吧。二娘子，你我两情相悦，定当永结同心。二夫君，岂敢一片痴心，定当永不负心。娘子，今夕如昨，却物是人非。携手关羽。这就是那位善修术法的圣德侧妃。这帮戏子的唱功极差，远不如你。不如王妃登台表演一段，给我们助助兴。我无法相助殿下，不配做这个王妃。将臣自请封宫，从此不出宫门半步。王妃宁愿与殿下永不相见，也不愿意助殿下一臂之力吗？江辰，是你先违背了我们之间的誓言，日后莫要后悔。即便我困死宫中，也不后悔。原来王权野心是永远也无法得到满足的。
他为了你的王位，不惜暴露自己的妖身，顶罪自戕，甚至损耗自己的妖力，为你拦住了杀人炼丹的煞气。他做了这一切，怎么可能负你呢？他既然说爱我，却不肯助我长生，让我与他长长久久的在一起，那便是不够爱了。若不是他有心隐瞒，我又何苦练此功法？又何苦推他出来顶罪？明明是你执念太深，他并没有瞒你。这世上本无什么长生不老之法，你能活到现在，也不是因为杀人炼丹，而是因为将臣帮你寻了一样宝物，才可以让你延续性命。而你却不知天高地厚，不懂感恩，只知贪婪。此法物于你于他，是祸非福。昔日之言，今日终于应验。你什么意思？将臣为了你，向我多借了20年的光阴。这20年，他只求你快乐。而现如今，心愿已破，戒烛已丧，是时候该收回我的东西了。这便是你的义眼吗？此物并非普通妖猿，他究竟是何人？你双手已沾满鲜血，天意不容。将臣一定有办法。神丹，匣子里肯定有神丹，匣子里肯定有神丹，你们一定有办法打开它。锁心藤乃是花精族妖法，由执念所化，唯有化解心结才能打开。将臣既是因你生愿，能打开此匣的，便只有你。原来将臣想要的是心上人的一滴泪。将臣，裴洛，封妃乃王公重视，你我早已登载史册，流传万世，为何还要学百姓做法，共写婚书啊？我不在乎流传万世，只喜好这婚书，名字共写，好证我们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我可得把它好好藏好，万一哪一天你说话不作数呢？我一心解你病痛，圆你心愿，没曾想，却又给了你新的禁锢。自始至终，将臣心中只希望你平安喜乐，有朝一日，再与君共撑纸伞，相濡以沫。满目山河空念远，不如怜取眼前人。唯愿君心似我心，不慕江山只慕人。太子殿下，这是灵贝族进献给东海的灵风弓，听闻锋利无匹，急如闪电，对追击那酒旗定大有助益。殿下，你要不试试？
你今日如此反常，竟然主动来找我，定有缘故。说吧，找我何事？我的确找你有事。我知道，近几日你率军追杀于墨，想必你也知道他九旗的身世了吧？于墨心怀挚爱，一心只愿追随心爱的人，畅游凡界，无心争夺权力。对于四海之主的位置，也丝毫不感兴趣。你这么做，只会引火烧身。若被其他水族知道了，反而会影响你东海的尊严。周兰，你今日主动来找我，竟然还是为了那个雨墨。你我在玄心崖相伴100年，你真的就一点都不了解我的心意吗？我一直追杀他，真的就只为了那一个尊位？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我们同病相怜。今日，我再信你一次，也愿你信我一回。你此话何意？青龙族向来敢爱敢恨，既然于墨心有所属，那我便断了对他的念想。从此之后，我与此人再无关系。这一次，我定不会拖延推诿。我愿与你定下婚期，嫁入东海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南海和东海的联姻，想必你日后四海之主的位置，定做得安稳。但是，我不喜欢杀戮，只愿你放了雨墨，善待四海水族。从今往后，我便与你一心一意守护四海，伴你地久天长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不再追寻雨墨，我这就修书你父王，早日定下我们的婚期。那我便回南海，准备嫁衣，等你迎娶我。等我。殿下，您真的相信赵良公主所说的话吗？我想信他一次，不过你还得通知我们藏于南海的人，时刻盯紧他们父女，有任何异动随时禀报。是。那九旗继续追踪，格杀勿论。是。公主，这件嫁衣的衣料是天界所赐，花纹样式皆为上品，你可喜欢？过于华贵，还是换了吧。我倒是觉得此件甚好。父王。哎呀，父王，您来了，怎么不告诉女儿一声？想看看穿嫁衣的你。哎呀，想来只见你机灵骑射、英姿飒爽之貌，却未曾见过这副打扮。公主要来了。你病了？怎未听你提起啊？父王，其实我……你们退下。是。啊，你失了逆鳞？难怪如此虚弱。此鳞不仅是周身灵力所及，更是龙族适中之物。你大婚在即，怎会没了此物呢？
有人伤重，我与他逆鳞防身。何等朋友，值得献出逆鳞？幻心灵但凡摇响，便生裂纹。我猜的没错，想来是有人摇响了此铃，你便情定于他，因此愿给逆鳞正心。既如此，你又何必答应与东海的婚事呢？女儿与那人有缘无分，只能以朋友的身份相处。如今女儿已舍念自误，只愿缔结姻缘，助敖轩登位，庇佑青龙族，太平永盛。我向来无意在四海揽权争霸，又何必拿你的姻缘去换取所谓的繁盛？为父心中唯有你幸福安康最重要。告诉我，你那心上人是谁？我派人前去探问他的心意，绝不让你错失良配。父王，这桩姻缘并非是女儿一人之事。敖轩为人心狠手辣，东海残暴，若你去寻了此人，那人必定会面临追杀之危，还会连累到整个南海。父王，女儿已认清自己的命运，还请父王莫要因为我得罪东海，增加无谓的杀戮了。谢了。没想到，竟然让害你的人逃了，我真是心有不甘啊。没关系的，恶人自有恶人磨，没准绕了一圈还会落在我们手上。哼，又开始吹牛了。云墨，我之前看过一本书，这书上写着，若是我们妖死了以后，我们的元神会脱离三界，飞到一个叫夜忘川的地方。若是元神可以忘记过往，成功渡川，便可落入凡尘，重新活过。说不定这样也好呢。说不定，将臣他已经变成了一朵普普通通的昙花，忘却了前尘往事，在世间自由自在的生活。他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忘记呢？若是有来世，他一定还希望跟裴洛幸幸福福地在一起啊。颜淡，没事。于墨，别伤心啊！爱人虽是，可是你还有爷岚山，还有我，你还有一大家子人关心你呢。你要振作起来。他竟误以为我喜欢将臣。我若是明说，解释将臣得到一眼的原因，只怕他会刨根问底，知晓我隐瞒他失忆一事。颜淡，过往的很多事情，我也不愿再提。但是我与将臣之间，没有任何别的事情。此事，你也不必再挂心。好，好，好，不提不提，我再也不提了。圣德说，他学过卜算之法，可以看到人的过往当下。要不要让他帮你看看？也许你的良缘正在来的路上呢。凡人修炼，怎可能通过往当下？他究竟是何人？唐公子刚刚走了许久，额上都是汗，我帮你擦擦吧。啊，不必了。师门有戒，不得与女子亲近。
佩洛半生受疾厄所缠，痊愈之后，却依然没有满足，不惜杀人炼丹，还害死了自己爱的人。这就是人世间五毒之贪了吧？而将臣痴心相附，舍身护佑，最终却换来了一个离心的结局。可见人事都转，七情历练，人最终还是要更爱自己的。我要把这些全都记下来，为以后排演，这样无心者观情，有心者自省，这样世间就可以少几桩悲事。元旦，哎，顺德，我做了一些小菜，你尝尝看。哇，这些美食好漂亮啊，我从未见过。顺德，你真是心灵手巧。你尝尝看。这些菜都是天界做法，你前世今往自然没见过，只是一些家常小菜罢了。你要是喜欢，以后我每日都做与你吃。这味道，我怎么感觉在梦中好像尝过似的？你喜欢就好，多吃一点。嗯。元旦，我初来乍到，与谁都不亲熟，心中实在是寂寞。唐公子救我于危难，我却不知他有甚喜好，难以还报，实在是很焦心。我只能来请教你。嗨，真的，他这个人吧，喜欢整人、翻规、欺负弱妖。别看他表面温文尔雅，内心非常的黑暗。上一次他就开始整，这些似乎都是一些寻常小事。你可知他有什么特别的喜好？特别的喜好？今日之后，我要带他离开这儿。我说过，我要连你一起抓。这么说就是要开战了。好啊，为了以示公平，我绝不用妖力。阁下既然这般小瞧于我，那我也不用伶俐，一剑分高下。据我多日观察，果然没错。唐州此人性情执拗，爱好打架斗殴，什么事情都要分一个你对我错。你看，这不就开始了？唐公子比武习剑，乃上进之举，我倒觉得颇有魅力。这难道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？果然爱情让人麻木。应渊，这天星台我为你上过一次，绝不会再上第二次了。沉香燃明灭，回血散不尽。前尘空断肠。相思了无益。早知如此，宁愿邯郸之花从未开过。
此乃上古彝族四叶汉诞中留下的唯一血脉，碰不得。仙君，这株普普通通的花，当真能治愈万物？千真万确。不仅如此，只因它们乃同根而生，两朵花之间互通灵气，比普通的四叶汉诞灵力更甚。不然，帝尊怎么会设此瑶池盛宴，相邀着妖魔冥三界之人一同前来观看呢？基督星君，你与应渊帝君关系向来要好，可知此次宴会他是否会来？哦，应渊君向来性格冷僻，定是不愿赶这番热闹。此刻八成躲在宫中饮茶下棋呢。诸位，再过几日，便是我们魔界邪神万寿诞辰。此等宝物，正好作为仙界给我们的好贺礼呀！啊！说话，长老。元帅。哎呀，我得元帅。说话，长老。邪神虽然也是上神，只不过才刚刚10000岁啊！不，要过几天才满岁。我们仙界随随便便拎出一位上仙，年纪就比他大，一个小娃娃怕是受不了此等好物。别吃了上火，回过头来又来骂我们的不是，是不是啊？啊！哎呀！获得元帅，你身为堂堂仙兵总管，说话竟然如此无礼，竟敢折辱我邪神殿下！这朵花，本座要定了。帝君，变天了。
望断花开时，此茶饮之最佳。尊可待妖魔明3界，所奉天条，迂腐之至。6界早就该易主了，妖界、魔界之人早就有怨言，只不过他们胆小怕事，不敢跟我一同殊死一战。你乃魔界长老，却置魔族于不义。魔族若有怨言，邪神定会亲自来与帝尊商讨。还是说今日之举是受邪神所意？哼，此事乃我一人所为，与邪神殿下无关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本君不会杀了你。回去告诉他，创世之战后，6界缔下了和平之约，魔族可以出尔反尔，但仙界言出必践，不使瑶池染血，亦不使6界染血。说得好！参见帝尊。 6界之中怀有2心的，只是沧海一粟。吾相信，有应渊帝君在，定能保我6界太平。 我们冥界敬服仙界，绝无2心。利剑断，莲花开，这正应了6界交好、止戈霸舞的愿景。今日莲花一开，此2人化为人形，实乃祥瑞之兆。应渊帝君，此2人乃是你所救，那他2人的名字，就由你来取吧。 满庭芳止，万趣一收。岁华如昔，神话幽童。姐姐叫做芷溪。欢颜如恋，悲苦如寄。浓尽必哭，淡者履深。妹妹，颜淡。 啊。
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睡觉？严丹，严丹，快起来，赶快把我们营的法器藏起来，你姐来抓你了。我姐。直系仙子，严旦呢？他不在啊。唉，不愧是我姐，一眼就揭穿了我的法术。我说芷溪，你现在不是应该在妙法阁掌事吗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有何贵干？为什么没去参加考试？难道你想一直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仙士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明白明白，我是鲛人族，能够飞升成仙，管理这偌大的藏书阁已经是荣幸之至了。你们姐妹俩好好聊，北冥仙君让我去找那个东海水族戏略。哎，不牵扯了。姐，虽然你现在已经是妙法阁的副掌事了，可若没有我们这些小仙士进进出出的，你们的工作也不方便嘛。你少贫嘴了，快说，为什么没去参加考试？哎，我实在是对那些仙法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严旦，你要知道，陆明只能做个小仙士，那是因为他是妖族成仙，但你不一样，你天生仙胎，身负着众仙的厚望，而且你的慧根和灵力都远高于他人，你就不能争点气吗？你知不知道，那些爱嚼舌根的小仙，为了此次考试特意开下赌局，就赌你能不能通过考试。嗨，没关系，我们四爷汉丹一族有你就够了嘛。芷溪你呢，聪慧勤奋，而且出类拔萃，仙途光明，你就好好努力，到时候我就可以狐假虎威，狗仗人势啦。少乱用成语，是真的，芷溪。我已经打算好了，以后我就指着你这个靠山了。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，我就可以做一个废物的小仙士了。芷溪仙子，妙法阁掌事身边的婢役找你，说是关于贺典的事儿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你呀，既然你对仙界不感兴趣，那你平日里就看一些修习仙法的书籍。啊，知道了知道了，找你那肯定是大事儿，你快去忙吧。我晚点再来找你。不用担心我了，去吧去吧。吓死我了！你姐要知道开设赌局的是咱俩，会不会扒了我的鲛人皮，砍了你的莲花镜啊？嘘，小声点儿。干嘛？哎呀，分你的法器，拿着。不是，哪有这么分赃的？这也太少了吧？你还嫌少？这些法器多亏了我厚颜无耻才换来的，好吧？行吧。那个，你想不想看接星星大典？接星星大典是什么？就是芷溪他们妙法阁负责那个仙阶晋升贺典。你生得不巧，没有经历过。这个大典啊，每500年一次，凡有仙阶者，皆会齐聚天之角，接受4位帝君不失仙力的赐福。传闻此仪式场面，那是相当的奇美梦幻，所以低等仙士就称它为接星星大典。哇，这个听上去好像很不错的样子。那你是不是已经想到办法能带我混进去了？混进去啊？不可能！天之角守卫森严，像我们这些低阶仙士根本进不去，必须另辟蹊径。恭喜芷溪姐姐荣升副掌事，如今9重天仙龄最轻的仙官就是姐姐你了。是啊，当今妙法阁的总掌事银灯仙子，据说也是到了800年仙龄才做到副掌事的位子呢。大家莫要这样说，能有此际遇，不过是我运气好罢了。
长氏，一切都准备妥当了。你去那儿值守。长氏，那过于偏僻，怕是看不见帝君赐福了。天之角，唯有晋升仙阶之人才可入的。要不是妙法阁负责掌灯，你区区一个小仙怎可入得？帝君的风姿，也不是你配瞻仰的。小仙知错了，我这就去。这焦珠镜不是你家的宝贝吗？怎么半天半个影都没有啊？你的修为不会低到这种程度吧？这还是我从父亲那里偷来的，也是第一次用，不要着急。快到亥时了，再过一刻，怕是接仙境大典就结束了。罢了罢了，我跟你一起试试吧。好，来。有了，应元君的背影。哎，怎么又没影了？你家这个宝贝也太坑了吧！什么都没看到，还浪费了我这么多修为。好歹也看到应元君的背影了，不算毫无收获。是啊是啊，应元君连背影都这么潇洒，要是能去他的宫中侍奉就好了。这九重天上有整整36座宫宇，而应元君的衍虚天宫难进程度，甚至超过了帝尊的玉清宫，排名第1。嚯，那这么看来，分配仙日的长氏不得乐坏了？这得有多少仙娥给他送礼啊？错，衍虚天宫的一切人员调动，皆要应元君的手感，不是谁想进都可以的。唉，这个小人帝君果然事儿多，仗着自己仙力超群，就如此跋扈。如今世间仅存6位上神，帝尊、4大帝君，外加魔族的邪神，应元君一人可抵100万雄兵。千百年来都是因为他在，魔界才不敢妄动。500年前要不是他，你和芷溪早就命丧魔族之手了。应元君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为何如此没良心，还说他是小人？就是反正我就是看他不顺眼。应元君深居简出，除了关系与他要好的几位仙君，外人甚少能瞻仰到他的尊荣。哎，颜淡，他到底长什么样啊？瑶池是我们的家，如今这是要去何处？姐姐，我们换人了，不能再待在池子里。日后要去哪儿，怕是要问他了。四叶菡萏灵力不凡，若出双生，必定一强一弱。你身体弱，所以才会被魔族的剑气所伤。速去天医馆稳固仙灵，不可耽误时间。仙家一直讲究魔力修行，未来如何，全凭个人努力。你不必沮丧。姐姐才不弱呢，为花时都是姐姐为我遮风挡雨，你怎可随意评判他人？快向他道歉！你这小人！我那个时候刚刚化为人形，就见了那么一次，此后再也没有见过了，哪里还记得？再说了，现在天规明令禁止神仙们不能动情念，我看你啊，趁早放弃吧，他再好也于事无补的。
妹妹好吃懒做，姐姐假公济私，你们还真是九重天上的一段佳话呀。严旦在北冥仙君的玄心崖当差，一向认真，从未犯错。虽然他仙法低微，但他痴心纯正，率性真实，并非长师口中这般。长师平日里怎样说我都不在意，但你没资格评价我妹妹。不要以为你当了副长师就能如此和我说话。要不是思璇出了事，就凭你自己，再过500年也坐不上这个位子。思璇总长师一向待下宽和，对你也十分照顾，而你竟然告他触犯情戒。如今你坐上了他的位子，午夜梦回可能安心。他德不配位，触犯天条，我取而代之本就理所应当。你再不忿，也得忍着。妙法阁如今我是长师，你不过就是一个没有仙阶的副手，而我前身便是帝尊案前的灯芯。升仙阶时，这仙殿更是应渊帝君为我亲手锁点。这就是你和我最大的差别。帝君的仙力，哪怕微小如尘屑，你也不配拿。把里面的东西倒了。帝君，这些仙尘落在地上，着实可惜了。仙子们值守一夜，也甚是辛苦，拾取一些作为纪念，也无伤大雅。帝君，天条有言，在其位谋其职，仙子本该安守本分，恪尽职守。银灯身为长师，只得以律管理，并非是刻意为难。天条并未写明，指使仙子不可拾取仙尘，长师无需太过教条。是，谨遵帝君教诲。为何佳话与佳话的区别如此悬殊？一个是掌管天庭至宝的天之娇女，一个却是给北冥仙君喂鱼的低等丫鬟。芷溪，这是什么？好漂亮啊！大典结束后，我看到空中有些没有被接到的散落星辰，便收集了一瓶，偷偷给你带过来了。芷溪，你对我可真是太好了。你是我妹妹，我不对你好，对谁好呀？你累了吧？快坐下来歇息歇息。你们今天怎么样？我看见了4位帝君。然后呢？我好想成为和他们一样厉害的神仙，希望我升仙阶时，额间的仙殿能由应渊进来点。芷溪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你可是四叶汉旦，你出生的时候，帝尊就说是祥瑞之兆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是众仙子的榜样，你的出身到现在还被大家津津乐道呢。你呢？你有什么志向？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啊，喜欢看书写戏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能够成为6界第1话本大家。我希望我的戏不光可以在仙界跟凡界顺利演出，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喜欢。一定会的。颜淡，你知道的，所有的神仙在升仙阶前都要下凡历难，是要经历人生8苦的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9重天，心里是有点害怕的。芷溪，别怕，有我呢。芷溪不怕，因为芷溪要永远保护颜淡。
我们玄溪崖的仙龟每日必会被人偷偷翻过面来，却从来没有人抓到过始作俑者。莫非是他？你这个小人！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他？大胆！你是哪个宫的小仙，竟敢翻我们玄溪崖的仙龟？怎么，有胆量翻龟，没有胆量报上你的姓名还有仙号吗？想逃是不是？这个人的面容跟背影都好生熟悉，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，可怎么都想不起来了。仙君，仙君！我抓到那个翻龟的小人了，那他人呢？最后让他给跑了，但是我差点就抓住他的衣袖了。你要是仙法再高深一些，不就能够揭穿他的丑恶嘴脸了吗？我知道您是在讽刺我的灵力低微呗，但您想想啊，如果我灵力高超的话，那我就去妙法阁了，谁还留在这玄心崖给您喂鱼啊？你要是能够抓到他，我便将珍藏的《临江四梦系谱》孤本借给你，如何？仙君，您此话当真？您吃橘子？不要乱动，我在破解棋局呢。您这是什么棋局啊？看您一副好像很难解开的样子。还不是那个应元君，搞了一个6冠局，弄得我百思不得其解。仙君，如果我能帮您把这个局给解开，您能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你能破解？我可以试试啊。此局虽名为6冠局，实则是一统大3冠中另藏的3节循环，兼充无用，用飞风徐徐制之，便可破解。您可以试一下。飞风徐徐制之。好，妙！哎呀，你这个小丫头，别的事情你是什么都做不来，没想到下棋你倒是蛮有灵性啊！有您这么夸人的吗？那您刚刚答应我的事情，可还算数啊？只要你每天都能来帮我破解应渊的棋局，其他的事情咱们都好说。这当然没问题了。我其实就是想每天能够早点来，然后提早点离开，您看行吗？没问题。其他的仙兽啊，你就不用喂了，你只要把崖里的这些水族喂饱了，你就算交差了，好吧？仙君，你果然是个大好人，我给您捶捶背吧。哎呀，您真是个好人。哎呀呀，好了，好神仙啊！这般无师自通、聪颖非凡的小仙，着实百年一遇。只可惜此人心性太过浮躁，若能加以磨练，日后必成大器。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有上进心了？我自知我没有天之娇女的命，但是有天之娇女做靠山，照样是先生赢家。你要找谁当靠山啊？我姐芷溪啊，她马上进仙考核了，以她的实力，肯定能够顺利通过。不过通过之后，她便要下凡去历难。我听闻瑶池盛宴最佳表演者可以得到帝尊的施恩，
我呢，打算写一出拔得头筹的大戏，到时候我就请求帝尊让我代替芷溪下凡历难。你是不是傻啊？这下凡历难那是十分艰难的修行，你知不知道有多少神仙那是有去无回？我当然知道，要是那么容易的话，我还费这么大劲干嘛？差不多行了啊，快把这吃了。再过2个时辰，你就要去全西崖干活了。嗯。对了，明日你陪我一起去抓临江思梦。哼，我可真是太聪明了。一会儿呢，我们就躲进玄心崖，等那个番龟君一来，只要他敢翻龟，必定会牵动我这条线的。到时候我们2个2对1，我就不信打不过他。你确定这样能行啊？当然了，我们只需要守株待兔就行了。走吧。哼。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小心！不是已经缠了线吗？他来了，怎么我们毫无察觉？对啊，怎么可能？你这个番龟小人，我抓不到你的话，我就不叫严大。走开！世云，啊，严旦，番龟君抓到了吗？我下次一定能抓住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北冥仙君什么时候养了一青一白2条小水蛇啊？他们呀，才不是什么水蛇呢，而是龙。银白色那条啊，是东海龙尊家的太子敖轩；青色的是南海青龙族的公主昭兰。龙族啊，觉得我们9重天仙气盛，所以就把他们子女送来养了。哼，你不说还真看不出来是龙。小家伙。啊！什么东西啊！咬我！你怎么把它扔出去了？它不是龙吗？对面是莲池，应该不会死吧？嗯，这条鱼不会被小白龙砸死了吧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敖轩找到了。啊，你真棒，你真棒！哎，世云，你看啊，我怎么觉得这条小黑鱼，它看我的眼神充满了鄙夷呀？怎么可能？它不过是一条鱼而已，怎么可能有人的表情？也是啊。刚才是我不对了，还好我的真身是药。如果刚才真的把你砸晕了，我可太对不起你了。你还瞪我是不是？啊，你这条小黑鱼，你真是鱼黑心也黑啊！刚刚明明是我救你的好不好？等你幻化成人以后，我就好好教你怎么做人。你平日里不是不喜欢修习仙法吗？怎么突然转性了？我近期为了抓到那个可恶的番龟君，总得学一些仙法招式喽。那我就拿那本《仙经注集》给你吧，里面都是些入门级别的仙法，非常适合你们修习。不过你要耐住性子，一点点读哦。嗯，
谢谢姐姐。怎么了？这混元玉带可是帝君的爱物，这可怎么办呀？